楚风面色平静地看着通灵圣族的族人，可这张干净正直的脸，此刻他们看来却是如此的可怕。该死，他该死！于是，哪怕死去的是他们族内最优秀的后辈，可通灵圣族这些族内前辈却也是连连点头，应声附和。对此，楚风淡淡一笑，向外传递消息的可不只是他，你们也同样在传递。既然他该死，那你们呢？该不该死？楚风此话一出，通灵圣族在场的族人皆是老脸颤抖，面如死灰。其实相比于通灵月月，他们传递消息的手段极其隐秘，但是他们的确在传递消息，没想到竟还是被楚风发现了。难怪楚风会斩断他们的触须，原来就是因为这个。呜啊！下一刻，阵阵惨叫传来，是楚风催动大门之内的阵法之力，开始挤压通灵圣族族人，鲜血喷溅，爆体而亡。转眼间，通灵圣族来到此地的高手便只剩下了3个人，只不过这3个人的修为则是不弱，全部都是7品真龙界灵师。可眼下这3位却也是瑟瑟发抖，在面对死亡之时，他们早已没了强者风范，内心只有无尽的恐惧。楚风探手一抓，从血水之中将那些死去之人的本源以及宝物全部吸入掌心，旋即看向那3位。怎么怕死？楚风目光极其讽刺，而那3位一时之间竟说不出话。他们很想求饶，但却也知道求饶无用，他们的命运也只有死亡。先别怕，你们和他们不一样，你们还有用，你们还有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楚风说话间，意念一动，那道大门之内便有道道阵法之力分别注入这3位7品真龙的体内。随后楚风摊开掌心，对准3人张嘴。这3位不敢怠慢，立刻乖巧的掌嘴，因为他们能感受到注入体内的阵法有多恐怖。而他们张嘴之后，楚风将3颗丹药分别丢入他们口中，他们能感受到那不是简单的毒丹，那是索命的阵法。这阵法正常来说他们能够抗拒，因为这索命的阵法是楚风亲手布置。可就算阵法再精妙，但楚风与他们毕竟有着如此大的境界差距，他们若是想，自然能够轻易毁灭楚风这阵法。可那是正常情况下，而现在则是非正常情况，因为大门内的阵法之力，他们不敢有一丝反抗，只能任由楚风的索命阵法在他们体内蔓延，直到彻底锁定他们的生命。别慌，你们只要表现够好，是有活命机会的。不过记住，千万别耍花样，林某子在我面前都只能逃窜，你们有几斤几两，自己掂量掂量。另外，死是我对一个人最轻的惩罚，若是你们想感受，我也可以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楚风对那3位说道。楚风少侠，我们绝对将功补过，不会再有半点对你不利的心思。3位通灵圣族强者同时表态，很好，希望你们是真心实意，而不是口是心非。楚风说话间便转过身去，同时那道紧闭的大门也是随之开启。见状，3位通灵圣族强者互看一眼后，也是不敢怠慢，如同3个仆人一般，跟随楚风向这条道路深处航去。与此同时，遗迹之外的地底深处，有着一座光芒璀璨，宛如国度一般巨大的阵眼。这座阵眼若是被世人看到，必然极其震惊，因为从外观以及气势来看，它所比祖武界宗留下的遗迹还要更加震撼。只不过这是7届圣府的手笔，阵眼中心有着7届圣府诸多强者的身影，他们脸色惨白，似是刚刚经历了巨大的劫难与打击。这正是刚刚从楚风面前逃走的介天以及林某子等7届圣府之人。圣级长老大人，通灵圣族这么不中用，你为何还说他们是底牌？你要知道，若不是我以血脉之力彻底唤醒了这封锁大阵的力量，咱们可就要成为世人的笑话了。我倒还好，毕竟世人眼中我介天本就是楚风的手下败将，可你呢，堂堂7届圣府的圣级长老，竟也死在楚风手中，你怕是要成为浩瀚修武界众多修武者茶余饭后交谈的笑柄了。介天这话是笑着说的，可却满满的责备与愤怒。是老夫疏忽了，没想到楚风那般狡诈。林某子这位圣级长老此刻在介天这位小辈面前，却像是属下一般威严尽失，反而十分自责，甚至低声下气。但对此众位长老却一点也不奇怪。介天虽是后辈，可他在7届圣府的身份可远不是后辈那么简单，甚至连凌霄他们也远远不如。毕竟这位不仅仅是当代府主的亲外孙，也极大可能会是7届圣府未来的府主。介天看向令牌，令牌内阵法浮现，通过阵法地图，他依旧能够洞悉楚风的行踪。不妙，这楚风还在继续破阵。介天少爷，我这就带人去抓他。没有了那道大门阵法，他也不足为惧，就算还有8次免死机会，大不了我7届圣府死8个人而已。我7届圣府最不缺的就是为圣府牺牲的勇士。一位白胡子老头说道，这位身份实力也都不弱，乃是林某子的心腹。可对于他的话，介天却冷然一笑，我7届圣府的确不缺愿为圣府牺牲的勇士，但我发现我7届圣府也是真的不缺蠢货。这些话还是平静说的，可话到此处，介天忽然暴怒，他怒目圆睁，青筋暴起，对着那位白胡子老头便怒吼开来，你该不会真的相信那楚风就没有其他手段了吧？
难道你都看不出来，他是故意一次又一次在我们面前强调，那道大门是他最后以及唯一的手段？一个将我们所有人都算计了的狡诈之徒，会愚蠢到故意将这件事告诉我们？如此明显的陷阱，你居然还要往里跳？你的年岁都活到了狗身上吗？谢天怒火中烧，口水喷了老头一脸，可老头却是低头不语，因为展现出的气势，不只是白胡子老头，在场的其他人也都害怕。当然，他们不是惧怕谢天的修为，而是惧怕谢天的身份。此刻，林某子并未替白胡子老头说话，反而冷冷地瞪了他一眼，因为他的想法与谢天一样，他也觉得楚风是故意那样说，就是欺骗他们，让他们再次上当。在他看来，楚风必然还掌握着其他手段，绝对不能再贸然靠近楚风。别看这座封锁大阵力量强大，但主要还是封锁，救人并非主要作用，因此已经无法在短时间内再为他们提供传送之力了。谢天少爷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真的任由楚风继续破阵吗？林某子问。现在就连他也以谢天为首是瞻，当然就任由他破。一计内我们没有胜算，但一计外他绝无胜算。话到此处，谢天看向手中的阵法的图中代表楚风的那个光点。楚风，只要你敢走出一计，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最终的胜者。这句话咬牙切齿，